本来是吊罐，现在变成落地罐了，还好没有砸了业主的脚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一个客户打电话说他家的柜子掉下来了，要我过去重新装一下。看一下掉下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胀管拉出来了，拔出来了，就是说没有膨胀紧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他掉的一瞬间，这个业主呢扶了一把，也没有直接摔下来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，万幸这个盘没有摔烂，没有伤人。在这里我要吐槽一下这些做浴室柜的厂家，你们这个螺丝能花多少钱呀，对吧？一套浴室柜你多花5块钱，这个螺丝换好一点，装上去多安全。万一掉下来把那小孩子砸了受伤了怎么办？咱也给消费者一个建议，永远一分钱一分货，你便宜买不到什么好货。像品牌的浴室柜，这些问题几乎不存在，人家的螺丝那都嘎嘎好。现在要拆下来重新安装，这个下水只要一拧，水哗哗就出来了，那干脆全部都拆掉，一会儿重新组装，刚好把里面的污垢呢做个清理。这些下水装好之后，你不碰它没事，只要你一碰它，好了，下一次肯定会漏水，索性重新安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拆不知道，拆了吓一跳，这个下水器都这么脏，其实家家户户都一样。这个业主家他的花洒和马桶当时是我给装的，装完之后保留了我的电话，所以联系到的我。上一次安装浴室柜，这个师傅也是用心了，这个地方都打了胶。安装这种台面，在台面的后边缘顶着墙的地方也打一些胶，那个粘接的效果很好。这个螺丝呢是业主家的，这是业主自己花钱买的，但是这些螺丝呢没有一个是我看得上的。这些螺丝有用过的师傅心里应该清楚，还是来做个对比吧，没有对比没有伤害。在我的工具包里面翻一翻，我工具兜子下面全部都是这些螺丝和膨胀管。平时收集这些螺丝就是在安装的时候，发现谁家的螺丝厂家带的不好，那我直接给它换掉了。对比一下，这是我装电视用的膨胀管剩下来的。对比膨胀管，它不是细，它就是短。对比螺丝，它不够粗也不够长，这就是脱落的主要原因。也许厂家只设计、生产和销售，他们从来也不安装，在这方面可能欠缺。客户墙体上之前用的膨胀管比较短，所以我要把这个螺丝孔再重新加深一下。为什么说它那个螺丝短呢？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木板，这个木板本身就差不多2公分的厚度了，所以和墙体连接的地方它就短了。我们换个加长的螺丝，这个螺丝也粗，它这个孔都有点小，要扩一下孔。安装师傅打的标准10个的孔，然后这个胀管都被拉出来了，难道这个胀管是非标的吗？刚才打孔的时候，客户家的墙体也不是亲自钻，很多接网单的师傅都吃过这样的亏啊！你给人家装好了，几天掉了，最后厂家没有责任，业主没有责任，责任全是师傅。厂家这些劣质的螺丝，最后师傅来背锅。装好之后呢，咱先不上台盘，给业主吃个定心丸。我的体重140斤，远比他陶瓷盘要重得多。我坐上来再给他晃一晃，感受一下。在这里也建议所有接网单的师傅干这种活的时候一定要留心，包里面准备一些好点的螺丝，遇到不行的直接给他换掉。不要因为几个螺丝因小失大，到最后损失惨重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你即使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有经历过的师傅呢，可以说一下你的案例和给出你的宝贵建议，大家互相学习，共同避坑。把这个下水器呢擦得干干净净，本来这是不锈钢的，但是它生锈，也许它叫不锈铁。擦干净安装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挂得住胶，在这个密封圈的周围打一圈胶，防止它以后漏水。也有师傅呢是用生料袋，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。上面插个螺丝刀，下面我们锁这个螺母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跟着一起转了。连接下水管的地方呢，有这个密封圈套上，没有可以用胶带缠死，防止它反抽。
装好之后呢，也不要急着去打胶，先打开水，试一下水，看这些下水啊，还有上水管绞阀的地方有没有漏水渗水，多检查一会儿，防止二次上门。台面的水质清理干净后，我们打胶。打胶的时候把台面拉出来一点，半公分左右吧，然后打胶的时候打到这个分芯里面，这样呢，台面再推回去的时候，你想陶瓷盘的厚度和那个墙体的接触面这样比较大。然后我们二次再打一次，就是打上边，把这个边给收了，这样的陶瓷盘粘得更结实。这个浴室柜二次安装就完成了。大家有好的建议可以多多指导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